毕竟远州地区内部混乱，要是再有外族介入管理的话，将来难免再生战事。军长大人，布农长老所言，并非没有道理啊。远州虽地广，却多为是不毛之地，与其反复的起争端，倒不如交给布农长老管理。届时家族若有任何需要，布农长老也会顾及到彼此之间的面子，对吧？那是当然，任何事宜必会以军长大人为先。笑话！地林，这是三省台，你的身份好像是无权参与此会议。大人见谅，习武之人难免无感敏锐些。方才我一不小心，听到有人说出了大逆不道之言，我这腿脚也不受控制，非要走进来看看，谁是这反耶之寇。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？还不赶快卸下兵刃？难道还要公然违背三省台的规定吗？那我敢问诸位参事，家族将领出生入死，此时此刻仍有大批战士奋战在最前线，如此忠心耿耿，所为何故？为的是疆土完整，家族的安定。如今不知从哪冒出个无名小卒，胆敢跟子川家族要求把远州交给他来管理，简直大逆不道！诸位大人，老朽绝无谋逆之意呀！诸位参事，你们既然还想把整个远州管理权拱手让人，岂非丧权辱国？大人言重了。如今三省台所为都是为了家族利益，就事论事而已，还望大人见谅。那我问你，你们是为了家族的利益，还是为了让自家产业恢复运转？一码归一码。如今我们三省台上讨论的是战事延绵，长此以往，恐国力渐衰。若不是因为你们各家贵族长期奴役远州人，纵容当地官员贪污腐败，怎知如今远州人反叛的局面？打着家族的旗号，图一己之利，中饱私囊。我看，你们这些道貌岸然的蛀虫，才是动摇家族的根本原因。地林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口中所谓的蛀虫，都是为家族做出贡献的有功之臣。他们经营矿场的高额利益，难道没有送去熟律寺给你用作军饷吗？别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。你的兵，都是你口中的蛀虫在养。你乐意做蛀虫，我无所谓。但是要移交远州管理权以求议和，我绝不同意。眼下战乱四起，只有镇压惩罚叛军，以此昭告天下，家族的神圣是不容侵犯的。只有这样，家族才能长久稳固。恐怕这议和一事，由不得你来决定。三省台的投票机制，那可是子川家的不悔之志。现在议和的代表人已经到了，投票通过，已成了定局。地林，参事们念在你一片忠心，不但不惩罚你私闯会议之过，还费了诸多口舌为你解惑。现在你可满意了？还不速速退下！还不速速退下！
叶林，你当众杀人，你是死罪呀！议和代表没了，议和的事儿得再议了。诸位想怎么惩罚我都可以，我现在就可以走进监狱。行了，你闹够了吧？三圣台多年的规矩，今天让你一个人就给破坏了。目无尊者，出言不逊，这是做臣子应有的举止吗？难道你要取我而代之？微臣不敢，微臣只是不愿看到贼人丧权辱国，出卖家族疆土。放肆！众参使用心良苦，岂是你一人能参透了然的？你到现在都不认错，真是可恶！哎，军长大人，你擅闯之过，不得不罚。但是呢，念你心系家族，又知贪腐有功，就功过相抵吧。退下。怎么了？还嫌罚的不够？还不肯退下？谢军长大人，微臣告退。那就这么放他走了？不能长老之死，不能就这么了事啊！行了，这事儿要张扬出去，对讨逆之战极为不利。可是，封锁消息，能瞒多久就多久。这当庭杀人还能全身而退，军长大人真是让人看不明白。军长大人不愿意给予远州的代管之权，有人来搅局，正合他的心意。现在布农死了，我们没有合适的领袖，但我至少要证明远州不能再继续交到家族的手中。小参使说得对，咱们不能就此作罢，三圣台的脸面今日都丢尽了。唉，马嵬参使，你有何高见呢？民心，帝陵这厮油盐不进，灭了罗明海大人全家，还能安然自处，哪会在乎民心？他是不在乎，可有人在乎吧？地庶君，司义林。对呀，若百姓们知道地庶军总统领司义林脱离家族管控，残忍好战，以致家族和远州各部族民不聊生，不知该有多愤怒啊！军长大人，如今方进率黑旗军坚守月亮湾，明辉率靖边军驻守云台大公路，地疏军捷报连连，但大量征战也导致各军上报增补军需。此刻正是乘胜追击、平定叛乱的大好时机，若是军粮久久不至，怕是会凉了将士们的心啊。很好，你能体恤前线的战士。军需补给一事啊，就由你来处理吧。是。大人，您殿下回来了。李青，宁殿下，叔叔现在他气到什么程度啊？他是要给我请家法，还是要关禁闭啊？殿下多虑了，军长大人心疼你还来不及，又怎会责罚？不会才怪呢。
殿下已经安全回府。司义林大人历经血战，这一路又舟车劳顿，辛苦了。都是为家族效力，何谓苦甜？大人，帝都风雨骤变，请多保重。多谢李卿大人。快吃点吧，叔叔给你准备那么多你喜欢吃的。这次出去啊，叔叔想，都是我做的不好，成天让你在家读书啊，还有学礼仪啊，这些事儿啊，把人给逼的。叔叔就把你平时看的那些书啊，我都找来，我好好看了一遍，尤其是那些《史记》，那真是太无聊。别说你是一个小姑娘，就是我这把年纪的老头，我看了都犯困。后来叔叔一想，哎，我就根据这书里的内容啊，我就画了一些图片，这不就很有趣吗？你等着，叔叔拿来给你看啊。你看，这个是子川家族史记，那我画了这个图，这是谁呀？这是你的曾祖，你看看，他嘴角这长了颗痣，我画的还像，来，像这么看呢，啊，他就不会犯困了。还有呢，就是叔叔想给你找一个会武功的师傅，让你学点武功，别成天在屋子里憋着，把人都憋出病来。还有，日后你真要往外跑，你有点功夫也可以防身呢，免得这一次你跑出去，我真是提心吊胆，万一遇见歹人出现意外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还有呢，就是关于阿秀的事儿。那天呢，叔叔也太犯急了，叔叔是把你当成自己的亲女儿一样，你要嫁出去了，难道还不允许我舍不得？我是一心一意盼着你能找一个好一点的。小宁啊，你也体谅体谅我。你看看，这满屋子的书啊、文件呐，还有公文，整个子川的事儿都压在我头上，叔叔连气儿都喘不过来。叔叔，对不起。我以后一定不任性了。啊，不说这个了，不说这个了啊！来，嘿，你吃啊！哈哈哈，来，我也吃。你说你这次到了那个远州，你看见些什么呀？我好长时间没到那儿去了，那儿现在什么情况？叔叔，我这次去远州才发现，远州的百姓生活都困苦，甚至举家都吃不上饭。哦。连追追都被他们吃了。你那匹马被那些难民给吃了吗？所以叔叔，我们一定要想想办法，解决远州百姓的贫苦问题，让他们至少能吃得饱饭。你看看，你这次出去游历啊，于你来说，我看就是一种成长。你为国家有那么多的担心，那真是越来越像家族的继承人了。如果你愿意，可以多了解一下政务，行吗？行，小宁愿意。好。啊，
还有司义林的事情。司义林怎么了？司义林在前线奋勇杀敌，地术军的战士们保家卫国，死伤惨重。即便是粮草不足，他们一路上也不忘接济百姓。我实在是不明白，为何城中会出现这样的谣言，称他是激战好斗的逆臣。我们入城的时候，他还备受凌辱。我觉得这中间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叔叔，你能不能想想什么办法，帮他澄清一下事实真相，挽回他的清誉啊？司义林的事，容叔叔再好好想一想，啊。卡丹，小宁，你回来了，一路可好？跌宕起伏。不过，好歹呢，也还算是有惊无险吧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这次啊，是司义林送我回来的，他现在就在帝都。他还好吗？好像瘦了点儿。近日帝都盛传四军激进好战，是消耗家族根基的元凶，不知道他有没有受到影响。卡丹，你不要着急啊，叔叔已经答应替司义林挽回清誉了。哎呀，你愁眉苦脸的干什么呀？你要是实在放心不下的话，我可以安排你跟司义林见一面的。有关四军的谣言甚嚣尘上，连我这个被圈禁的敌国公主都知晓一二，可见她此时的处境有多糟糕。此时相见，与她不利。可是如果不能亲眼见上一面，心里又怎么能真正放心得下？一眼又如何，千万眼又如何？我帮不了她，甚至会害了她。小宁，谢谢你。卡丹，这次远州之行，我从未后悔过。如果那一日我没有离京，而是终日困在这府上自怨自艾的话，那我才是真的会后悔。我欣赏你的气度，更敬重你爱人的勇气。世事难料，珍惜每一次相见吧。大人，没事吧？没事，你们退下吧。卡丹公主，你怎么来了？是宁殿下带你来的吗？宁殿下在院子里等我，我不能停留太久。宁殿下私自去远州，军长大人没难为你吧？子川家上下都对我极为礼遇，不曾亏待，你放心。你说你跟公主啊，你们两个虽都为公主，性格又不相同，但是犯起事来倒是一个模样。小宁对子川秀一片赤诚之心，我感同身受，于心不忍。我本不该来的，可还是忍不住要亲眼见见你。任墙外流言如刀，你只需坚守本心，定能扛过风浪。我相信你。我话说完了，我该走了。我从远州给你带了礼物，你等着，我去取。
卡坦，愿你一切安好。此番战事凶险，我亦几次踏至生死边缘，但一念及你笑靥，便有坚持下去的勇气。我定会保重自己。小年爱好逃学，子川秀也整日没个正形。原以为你是这群人中最忠厚老实的那个，原来只是闷葫芦嘴拙，张不开嘴罢了。这个就这一封，其他的扔在河里了。思君，其实，在远州的这些时日，我也给你写了很多封信。卡丹，其实这些日子我知道，我也是。卡丹，我们该走了。我也该走了。卡丹。今日急召大家到此，是为了要宣布2件事情。第一呢，是有关此次讨逆之战。众爱卿，你们说，司义林将军在此次讨逆之战中的表现如何？大人，司义林及地术军此次讨逆之战英勇无畏，成功镇压了叛军，维护了家族尊严。事实如此，诸位没什么异议吧？司义林大人英勇确实如此，但是此战打得损失惨重，白骨露野，士气懈怠，民怨沸腾。司义林大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失去民心的将领如何配做将领？司义林将军阵前恋战，一再抗命，导致军机延误，这间接害死了多少将士？总统领，你是何意啊？
大人，臣以为此战艰险，前线粮草军备不足，将士们的士气受到影响，不能速胜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司义林大人能够坚守至此，实为不易。此次讨逆战中，战死的将士们都是伟大的英雄，理应一同表彰。总统领所言极是。此战艰险，臣恳请军长大人为地属军论功行赏。大家能如此体恤前线的将士，我很高兴。司义林将军，臣在。雷轰背叛家族，纠集了叛军，杀我百姓，杀我军人，其罪可诛。司义林统领地戍军，骁勇善战，指挥有方，取得了巨大的胜利。因此，我特赐司义林为忠勇公爵称号，赐紫川家族勋章。司义林，愿司义林将军永葆忠勇之心，记住家族对你的厚爱。多谢军长大人，臣定当铭记恩情，永世为家族效忠。好，不过别着急，我还有第二件事要向大家宣布。司义林呢，他长期在外征战，为国家鞠躬尽瘁，无暇顾及个人的大事。我作为家族的军长，我要给司义林将军来个双喜临门。李钦将军与他的年龄相仿，性格也很相近。我以军长之名为他们结一门姻缘。待大婚之日，我代替他们父母之职，给他们主婚。青儿，多谢军长大人厚爱，但是国事未平，档口未清，恕臣无暇顾及家事。我知道，你们两个人国事家事皆会兼顾的。怎么？难道说在这个时候你要回绝于我吗？大人，司义林是开心的说不出话来了。是吗？来，青儿，请起，请起。来，我们为司义林将军和李军将军结为伉俪，祝贺！恭喜二位大人！军长大人亲赐司义林公爵称号和勋章，何等尊荣！这是天大的好事，你何必这么苦着脸？卡丹，你糊涂了？你现在是在骗自己还是骗我呢？叔叔给李清和司义林赐了婚，你还能在这坐着？军长大人深谋远虑，也是真的看重司军。如此一来，既能挽回司军的名誉，也能稳固他日后在家族中的地位。那司义林有了未婚妻，你们怎么办？我是北族公主，他是紫川家臣。若是被旁人知道我们的关系，会遭人耻笑的。他若真的和李清成了婚，你就不怕抱着遗憾过一辈子？我宁可选择抱着遗憾度过此生，也不愿牺牲他的前途。甚至性命。你这加官进爵，又被赐婚，双喜临门。
我应该到你府上和亲喝酒才是，你到我这蹭吃蹭喝，算怎么回事？没有什么双喜临门。喝完这杯我就走。走？走哪儿啊？我回远州，我去打仗，我战死沙场。行了吧？我还不了解你，从小到大什么时候任性过？自从我穿上这身军服之后，我的身、我的心全都给了家族。军功高于一切，忠诚高于一切，到头来一无所有，只有这不情不愿的词汇。人李清父母是家族忠臣，身份尊贵，他自己在朝中也身居要职，深得军长信任。你，一个身份尴尬的落魄将军，你还不情愿了？我告诉你，他是你最好的选择。真怕你当场拒绝军长。还好你算理智。当着那么多群臣面，他要以军长的身份压我，这局面多尴尬。问题是你常年在军中见过的女人屈指可数，你怎么知道你和李青不般配啊？感情这东西啊，是要培养的。反正我绝对不会辜负我心爱之人。但你要想清楚，卡丹是北族公主，你跟她绝对不可能。而且我要提醒你，如今远州战局焦灼。我知道，大哥你放心，我不会因为儿女情长去耽误了正事。现在方进的军队在月亮湾，明辉军队是转到了帕邑。这帕邑城又是远州跟北族的门户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我的地蜀军随时准备应战，所以放心。我不放心。如今这个局势，我们与北族一战在所难免，但雷洪带的那些叛军始终是个变数。如今帕邑城和月亮湾两大重地，经不起折腾了。我们撤退吧，有的金山在，不怕被拆开。你快上明空！我去以后，告诉我2个女儿，他也是个胆小鬼，他从来没有做出叫我自己名字的事情。就此，不过如此。快回月亮湾，小心！你们这帮逆贼，只要我方进还活着，休想踏进月亮湾！往前！限期1日，血洗月亮湾。大人，月亮湾失守了，黑旗军统领方进战死。他最后说：“我知道了，生死不过就那么回事儿。”他临死前还在因为跟过杨明华而懊悔。大人，密探传回来的情报，称雷洪带着远州叛军投靠了北族，彻底背叛了自川。如今北族大军联合雷洪叛军，共同进犯黑旗军统领方进。携其部下虽顽强抵抗，但仍全军覆没。此消息封锁起来，不能乱了民心。明白。你先下去，要是有什么事儿，随时来报。是。你，去安慰一下方进的家人，还有黑旗军的家眷。
他们呢？吃苦了。请大人放心。大人还是要提前准备，将司义林遣回前线吧。臣愚见，司义林与帝林二人虽亲如兄弟，但性格迥异。司义林忠勇耿直，对家族向来忠诚，又善战略战术，在家族军中是大人您最有力的支撑。大人您对司义林处处优待，接连进爵，他心中必然感恩戴德。如今方进已死于北族之手，北族军队突破防线，若远州叛军借机再战，那前线只有一个明辉驻扎，势难抵挡啊！军长大人，司义林求见。你走北门。啊。微臣见过军长大人。司义林，辛苦了，你真来得巧。我呢，正有事找你。来，辛苦了。远州战事出现了些意外，雷洪投降了北族了。什么？北族大军现在联合着雷洪的叛军，大举进军远州，所以啊，你要尽快的重返远州，去帮助明辉将军，助他一臂，加强防守。是，司义林领命。请坐。司义林啊，你是我参信最信任的人，更是我疼爱之人。本来呢，我是让你和青儿的婚事之后再行派遣，但是事发突然，我只好先委屈你们两个了。来，今日你来有何事吗？臣感谢军长大人赐婚，但请大人收回成命。怎么了？你对青儿不满意？微臣不敢。李清大人，他所有的言行品德，全都在微臣之上，但微臣只是一介武夫，不配与其成婚。那你是另外有意中人？我猜对了。你既然有了意中人，你应该早先告诉我呀，省得我乱点鸳鸯谱，做这个惹人嫌的媒人。是谁家的小姐呀？啊？是卡丹。哦，卡丹。哪个卡丹？不会是北族那个卡丹吧？正是。不会是北族那个卡丹吧？正是。哎呀，看来我真是老，竟没想到有一日，你也会让我操心呢。哎，我虽然高居军长之位，人人都以为我人生无憾，却不是。我
人有所爱，所惧，所怕，所念，竟无一日让我安眠呢。小宁他太小了，很年轻，他还需慢慢的成长。见微立信之路其漫漫，我非常担心他日后能继承我军长之位时，无法让众臣臣服啊！来来来，你起来说。军长大人，您多虑了。群臣定会像辅佐您一样辅佐宁殿下的。大叛贼杨明华，当年在我兄长的生前，不也是处处显着非常忠良吗？军长大人，言下之意是，小宁，他的确需要一位忠贞不二的将军，来帮助他掌控那摄政大权。他还需要一位清晰明事理的女官，来辅佐他的政务之事。你要是与青儿成为夫妻，真正的守卫在小宁身边，我参清100年之后，我也能瞑目。可微臣只会带兵打仗，定还有其他人选去辅佐宁殿下的。我知道你说谁，帝林是有才干，但杀戮过重，树敌过多，子川秀年龄太小，脾气不稳，不服众。你司义林品格忠信，我是看在眼里的。你战功卓著，清廉刚正，众臣支持，百姓拥戴。到那个时候，你任总统领兼地戍军的总领，你手握一支精干的部队，坐镇帝都，内叛外乱，谁还敢动？司义林，为让家族有其发展，也为了让你有个很好的前程，青儿，她是能给予你支持和帮助的。女人，她未必是貌美，善心真意为最。臣愿为家族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但微臣心意已决，还望军长大人成全。你是四川的重臣，她是什么？她是北族的公主。你们怎么能结为夫妻呢？待微臣平定叛乱，击退北族之后，微臣愿辞去职务，以庶民身份跟卡丹结为夫妻。如若不能结发，微臣愿此生不娶。司义林，你跟随我多年，你对我忠心耿耿，我也视你为己出。你真是有了钟情之人，我自然希望你能如愿以偿。但是我问你，即便是我同意了你和那个卡丹，你就真能娶得了她吗？如今子川与北族水火相对，战事不断。哎，你要真能达成你的所愿，除非是黄龙吐你，让那北族彻底臣服于子川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若是我们能改变这200多年来的对立之势，让两家永结和平之好，这2件事何其之难呐！军长大人，自从远州武堂开始，微臣便已决定将自己的身、自己的心全副交于子川。微臣一定不会做有负于您、有负于子川的任何一件事情。可我心意已决，微臣绝不会负卡丹。无论前方的路再艰难，微臣都会走下去。此次前去远州，我定会平复叛乱，击退北族。就算我现在做不到，我10年、20年、30年，我会。好吧，
那赐婚仪式就先放一放。青儿那儿，我去给她说。刚才我说的那2件事，如果其中1件你能做成，那我也绝不会拦你。但是，这都有个前提，那就是远州一仗。你得好好打呀，要战之能胜，然后平安的回来。臣定不辱使命。好了，我刚才对你应允的那些话，你都记在心上。这物呢，就算是做一个凭证吧。啊，给你和卡丹的。这太贵重了，微臣不敢收。你是个清廉之人，人家是个北族的公主，你总得有拿得出手的定情之物啊，否则人家会说子川之虎受家族之苛待。哎，你选的这条路太艰难，就算是我这个老人给你这个孩子的祝福吧。谢过军长大人。今日就算是我给你践行，为胜利、平安和理想干杯！卡丹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如今已是有婚约之人，我们之间不宜再多说什么了。我已经跟军长大人退婚了，而且我也告诉他，你是我今生最爱的人，今生非你不娶。思君的心意，我懂，但你不能这样做。军长大人赐婚，对你百利无害，你断不可意气用事。而且我不愿为了一己之私牺牲你的前途。我们到此为止吧，与你相约一场，卡丹此生无憾。卡丹，卡丹，卡丹，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。去那边找账。是。世间任何一名女子，哪怕她身份低微、家境贫寒，都能和你一起分享荣耀，为你带来平凡的幸福。唯独我，会让你失去真正的一切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真的不是这样的。你就是我最珍重的一切。相信我，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，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，好吗？不要！这是军长大人送给我们俩的定情信物。你知
知道吗？军长大人说，他说如果有一天，北族和四川可以和平共处的话，那我们两个可以在一起。不管结果如何，你要记住，我永远不后悔遇见你。和平会来的。和平会来吗？思君，我只愿你此生安好，再无所求。当年雷洪被困在野人谷的时候，我们都以为他死定了。后来救他出来才知道，他为了活命，每天帮野人身上抓虱子。现在穷途末路了，投奔北族，也是意料之中的事。
地林舒旅长信中说，司一林统领已经连夜赶往帕伊，我们要不要去支援？二哥的地术军，个个都是精锐，而且他们的武器又是整个紫川之最。再看看咱们袖子营这帮歪瓜裂枣，啊，长枪坏了都舍不得扔，改做短枪用。我们要是去帮忙的话，最多给我二哥喊喊加油。喊加油我看行啊，明宇肯定喊的最大声。哎，头儿，咱要不要做一些特殊的旗子？比方说，司一林大人我爱你，地书局哥哥我想你。咱要加油，就得给他做旗帜。白天晚上都加油。胡闹！大人，坐以待毙有违军人的天职。雷洪投靠北族，意味着我们与北族这一战在所难免。什么时候说我们要坐以待毙啊，白川？我发现你总是恶意揣测我。不打架并不代表着不帮忙，我们可以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小事嘛。比如呢？罗杰，你带领几支小分队，驻扎在几个要塞，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，一旦有动静，立刻回报给地书军。是。白川，你和小哨子化妆前去打探，看看北族此次到底派出了多少兵，都有哪些将领带领，他们都有什么特征？是。明宇，这次你的任务最艰巨。好嘞，是做旗子吗？不是算账，算算最近这段时间致富堂有多少收入，万一北族真的打过来了，这些钱够不够我们跑路的？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！派师长，帕伊易守难攻，是雷洪吧？是，帕伊城内有雷洪旧部，命人偷偷入夜开了城门。这个雷洪将月亮湾跟帕伊送给北族，使得北族胃口大开，自创威仪啊。明辉怎么样？明辉将军逃过一劫，但是帕伊高城会有，帕伊血流成河。大人认为帕伊固若金汤，谁知在梦中竟被北族血洗，城中的将士几乎都已经。大人装死逃过一劫，从尸体里爬了出来。我等奉命驻守远州大公路，得知消息即刻赶往救援。待我们找到大人，就已经这番模样了。明辉将军，将军，帕伊高城会有，我是司一连主手。司一林，别让他们发现你，他们会杀了你的。帕伊已经血流成河了，你不能死啊！你不能死，你千万不能死！帕伊高城无忧，不等救兵赶到，帕伊高城无忧，帕伊高城无忧，帕伊血流成河。大人，把他给我送到军长府去。是。等等，再等等，让我想一想。大人，这是请调地领元首瓦云的建议书。现在北族来势汹汹，已经拿下了2个重镇，瓦云岌岌可危啊！但我们瓦云师不得，所以必须要派精兵良将镇守，才能解危机，振民心。地林大人爱妻有孕在身，他执掌的又是书律司，论公论私，似乎都可以事不关己。可现在，方进已战死，明辉失志，司一林
又奔赴帕邑，实在是无将可放了。大人与帝林大人素有嫌隙，此一战又九死一生，贸让他前去瓦云，难免会受到猜忌。这些与我都不是问题，问题在军长大人那里，就看军长大人敢不敢让他带兵了。大人，哎，大人，使不得。你且不管使得不使得，如今我有个不情之请，万望帝林能答应于我。大人，您有什么事吩咐便是。如今瓦云告急，如果您觉得我能胜任支援之人，我定万死不辞。我知道你帝林为了子传家族定会赴汤蹈火，但是你的爱妻有孕在身，她需要人照顾。你我都知道，子于去要想凯旋，那绝非是易事。你一个人可以置生命于不顾，但是你有一个家呀。你换作是我，我也会犹豫再三的。大人，帝林从小便知道，没有国便没有家，我绝不会只顾小家，不顾国家之安危。帝林，是家族逼得你忠恩难全，是我无能，我造成。大人言重了。如入我出征，我定会全力以赴，为子川，也为我的家人拼尽全力。你不负我，我子川残信定不会负你。我已经想好了，在你出征期间，我把你的尊夫人请到军长府来，我将以子川家族最高的礼遇来款待于他，解除你的后顾之忧。谢大人。拜托了。帝林奔赴瓦云，功盖朝野，封帝林夫人林秀嘉抚远夫人衔，搬至军长府休养，以子川家族之礼相待，以公主之誉照服。我区区罗明海，怎能有军长大人这般能耐呢？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赏赐，就可以化解所有的后顾之忧。军长大人有何后顾之忧？帝林乃战场刽子手，城府深沉，野心难测。此次奔赴瓦云，需掌兵权，为重任。可有了兵权之后，谁还想再交回去呢？如此甚好。那里面都是你的贴身职务，我已经一件一件替你理好。我就走几天，会速去速回的。都说此次远州之威势若猛虎，你当真有自信凯旋速归？我夫人一个人在家，我若不能破除万难，早日归来，怎么配做你的夫君啊？你的这份心意，偏偏你知道，我知道，军长大人更是知道。但他毕竟是军长大人，你不要介怀，乱了心神。果然还是我太孩子气，还是被你看出来了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是我太知你。我是子川将士，为子川而战，我义不容辞。只是军长王后之忧，做臣子的也该理解。只是委屈你跟孩子了。我怎么会委屈呢？你也知道我贪吃，如今啊，我倒是可以光明正大的享受着军长府的皇家美食，我乐意的紧啊。我看你最近口味都变了，
如果你有什么想吃的，一定要告诉他们，千万别委屈了自己啊。怎么会呢？我原来有些不爱吃的菜，现在都变得爱吃起来。想来是你那儿子喜欢。你怎么知道是儿子啊？我说是女儿。那你怎么偷偷做了几把木剑？你是希望女儿以后像你一样上战场吗？果然什么都瞒不了你。但我不光做了木剑。我还做了头花，只是我不太擅长做女工的事儿，有点丑。这是头花，还是被你笑话了。此去凶险，我说的话你都还记得？当然了，娘子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得。那你背给我听。非战时，饭不可断，肉不可误。能安睡时必解衣，受伤时用药不可延误，汤药不可拒食。念其虽好，不可多念。我走了，万事小心。走。神皇，属下有最新鲜的猎物呈上。这个是淄川名将黑旗军统领方进的尸首。属下一举拿下月亮湾、帕邑2所重镇，想为全军讨个赏。头呢？被我亲手割下来了，可能是兄弟们太兴奋，传没了。攻下月亮湾以及帕邑的将士，每人赏羊羔5只，猛马鹿10头。谢神皇，神皇千秋。神皇，在下也要领赏。方进之所以走投无路，是因为我知道月亮湾的地势；血洗帕邑，还是因为我知道帕邑的结构和淄川兵的分布。还有，是我为北族士兵打开了胜利的大门。听说你杀了葛应星，我曾正面跟他对决过2次。1胜1负，你能赢他？葛大人，其实是自裁。叛徒永远都会是叛徒。没错，现在背叛了淄川，杀了葛应星，有朝一日就会背叛我北族啊！神皇，没关系，我不怕他背叛。来，把刀给他。吃下猎物，你便是北族的一员大将。大人，我早听说这人肉是世间的美味，今天终于得偿所愿了。
人肉是臭的，不吃也罢。传令，封雷洪为平静公。感恩陛下，臣自当效忠陛下，肝脑涂地。那接下来该打哪儿？一鼓作气，西渡赤水滩，然后集结重兵直扑瓦云，待瓦云一破，四川如履平地了。听见了，立刻领兵去前线，我在枫叶丹林等你的好消息。鲁地，领命。走。申华，淄川的士兵大都依赖于将领。淄川有3个人特别要注意：淄川之虎司义林，战场刽子手地林，还有一个就是远州一枝花淄川秀。什么花？这是淄川秀在远州的一个混名。别看此人整天浑浑噩噩，其实心中暗藏玄机。他可是一个运筹帷幄、决胜千里的奇才。就凭他的名字，我也会记得住他。哼，你不会就自己来的吧？我自己来的，但是我给你带了东西。那，我还给你带了一个消息。说说看，什么消息啊？北族这次可是下了血本了。经初步估算，兵力数10万。行行行，2位主将就更有意思了。卡顿和卡兰都派出了手下最得力的干将云千雪和鲁地。鲁地是咱们的老朋友了，我记得他是一介武将，出身贫寒，靠着自己的武力值拿了一个爵位。至于云千雪呢，1个字，帅。他出身名门，又擅长谋略，但是也无法掩盖他的特点，帅。唯一一个让我觉得能够威胁到我远州一枝花地位的将领。现在想想看，我真的压力好大。那赛戎神皇呢？有没有什么动作？你终于算是问到点子上了。神皇现在呢，正在前往北族边境，位于杜莎邢台的枫叶丹林。枫叶丹林，赛戎神皇早就想跟我们淄川开战，那决心早就已定，只不过在等待时机而已。如今神皇年事已高，皇位传于谁，估计就看这一次哪个亲王表现更好了。你看啊，鲁地和云千雪呢，目前已经得到命令，从赤水滩出发，一路向西，直攻瓦云。这次平叛叛军啊，对我们的消耗太大了，看来我们不能正面迎敌了。那现在无外乎就2种选择。没错，但是啊，这退守瓦云还是攻打帕义，我都不喜欢。大哥真是太了解你了，知道你不会喜欢，肯定会想出第3种选择，所以就派我来协助你了。这一招可是个险棋啊，你想清楚了吗？想清楚了，我要直取枫叶丹林。行，那我们石头剪刀布吧。赢的呢，去佯攻枫叶丹林；输的，直取帕一城。不用了，佯攻的事交给你，你细好。放心吧，二哥，我你还不了解吗？咬一口就跑的事情，我最擅长了。不好玩。
瓦云要隘城墙严重受损，不知是否还能抵御北族的进攻。若是北族大军不日赶到并全力攻城的话，瓦云要隘恐怕难以守住。那势必要大规模修缮城墙，为何就这么些人？人手不够，除了少许守兵，只有贵族军官和家族伤兵。那帮贵族既不愿意走，怕失去远州矿产，一直在瓦云要隘待着。我人微言轻，可请不动他们。那就烦请林副统领告知他们，如果他们不来修缮城墙，我帝林会亲自去请他们。哎，坐。账算的怎么样？头儿，这次咱们可赚大发了。好，那你就带人去附近富裕的城镇，把所有的钱都买粮草。没问题。我再多买点酒肉。不，所有的钱都买粮草。这些钱够买多少？如果全部买粮草的话，够咱们和地戍军1年的粮。那就再备些假的，做戏要做全套，至少得备足3年的粮。好。一来了你这大营，便听说了鲁地大人爆发了雷霆之怒。此次我来与你会合，乃是神皇的旨意，再不乐意，也忍着吧。你来，我有什么不乐意的？我是在为那群手下而生气。你知道我这次见神皇有多丢人了？战场上再乱，还至于把那敌方的人头都弄丢了吗？大人的士兵只顾着奋勇杀敌，在所难免。你可以找那个降将雷洪啊，只要他说此人正是方静，万事大吉。卑鄙小人，靠出卖兄弟上位，我鲁地不屑与之为伍。更可气的是，他竟然还讨了封赏，被封了平进公。换作是你，你会向他求助吗？司义林已经过了赤水滩，不过今日所有的探子跟斥候，却都不见了他的踪迹。肯定是偃旗息鼓，躲在哪儿了。我一定会找到他。报！已经找到司义林的踪迹了。说，司义林从云台大公路改道而行，连夜奔袭，已经向着尔城的方向而去。这是要去哪儿啊？难道司义林要围魏救赵？报！司义林下战说要直取枫叶丹林。龟孙，果然。司义林军资调配，均已查明。拿来给我看。是。集结人马，即刻出发，枫叶丹林。鲁地大人，此事我看没有这么简单。我当然知道没那么简单。若是普通将领，肯定会去想，真的打枫叶丹林，何必如此大张旗鼓？如果放弃攻打，至少也能分散兵力。可我鲁地，绝不是那种无脑悍将。你看看他备了多少粮草，这绝不是简单的分散兵力解帕邑之围，而是他就是要打枫叶丹林。即使我皇神武不被他掣肘，也会措手不及，被他扬了军威。当我鲁地是傻子吗？他是如何在短时间内筹措到如此多的粮草？